摸着漆黑的空间，一行人随着解说员进入已经废弃的矿坑。地面的轨道用来载运挖采出来的煤炭，在北极蕴藏着全球将近1/4的煤矿。直到今日，北极圈的资源争夺战从未消停。1 ton of coal costs roughly $40. That's not a lot. But last year, because of the war in Ukraine, the coal prices peaked around $400. 朗伊尔市的煤矿场鼎盛时期高达7座，但挪威政府因为环境考量，要降低2氧化碳排放量，再加上矿坑意外频传，于是把矿场一座座关闭。如今只剩下一座维持开采、提供全球最北端的火力发电厂作为燃料使用。The man we have here on the picture, you can see he's lying on his side, partly on his back. He's balancing the drill on his thigh, or knee, or hip, depending on the height of the coal layer, how tall, how high. 在矿坑里工作基本上就是搏命，要钻进狭小的煤矿层，有些甚至不到50公分，得把身体贴着电钻挖矿，稍有不慎，恐怕就难以全身而退。在龙月biển呢，过去1个世纪以来，采矿是这里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哦。不过现在因为环境因素，他们已经封闭了几个矿坑，但是要在矿坑里面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哦。我们现在正在体验当时的矿工生活，而现在我们就在其中一个矿区里面啊，这些矿工呢必须这样子爬进来采矿，而这个高度呢，在刚刚入口的地方大概只有80公分，如果我们越爬越里面的话，最矮的高度只有35公分，但是他们必须在这样的空间里面作业，真的非常辛苦。要当矿工得有过人胆量，还不能有幽闭恐惧症，因为一上工就可能得整天待在几乎喘不过气的空间里，如果发生意外，根本来不及逃。曾经支撑数百个家庭生计的矿坑，在停止采矿后，并没有就此荒废。煤矿公司开发出不同用途，包括转型观光，让游客认识矿坑的运作，也引入了世界文物典藏计划。因为地点在北极圈，温度够低，又有足够的空间，放进来的物品几乎不太会坏。就在这个废弃的矿坑里面，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仓库，要把世界上重要的文化资产，甚至种子也都放在里面。We also have a hamburger recipe from McDonald's in there, but then we can discuss if it is good or bad culture. Because one thing is sure, it is food culture. Whereas if you're a company like McDonald's, then you have to pay for it, of course. So technically everyone can do it. So if anyone here have some kind of family recipe of waffles or whatever you have, and it's really good, then you can contact them and hear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have our family recipe stored for eternity. 整座矿坑就像是个大冰箱，要把人类的文明冷藏或是冷冻保存。在这里也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种子，不过这些只是备份。朗伊尔市的另一个山头有个世界种子库，已经收到了包括台湾在内超过36个国家的种子，堪称植物版的诺亚方舟。Svava 的这个世界种子库呢，外观看起来好像不大，但它其实长度深入山区里面超过100公尺，整体的建筑面积也有1000平方公尺左右。现在储存着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00万份的种子样本，但因为它的建筑外面呢都被永冻土覆盖着，而近年来因为气候变迁影响 ，Svava 的永冻土开始出现溶解的状况，因此呢，种子库过去也曾经受到影响，发生淹水的状况。停止采煤就是担心连这个世界最后的方舟都不保了。挪威政府正在计划要把最后一座矿坑关闭，但是朗伊尔市常年靠着火力发电维持居民的生活运作，不产煤要用什么发电呢？至今都还没有解方。
也因此关闭矿坑的日期一再往后推延。放眼朗伊尔市，还能看到一座座的缆车塔台，有秩序地矗立在市区山坡和平地。过去这些都是运送煤炭的路线，尽管已经没了缆车，但因为挖矿而生的北极小镇，煤矿印记将永远冻结在小镇历史中。